秋冬一定要喝的。15道营养汤做法，最后一道真的绝了。第一道，老人常说山珍海味一箩筐，都不如一碗疙瘩汤。碗里放一碗面，一点点盐，一个我下的鸡蛋，放入适量的清水，搅拌成这样的粘稠状态。油热，放入葱花、西红柿丁。我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分享简单好吃的家常菜，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。下次想吃不会做的时候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。炒出汤之后，加入适量清水，调味只需要放点生抽，准备一个漏勺，把面糊倒进漏勺里，轻轻按压，这样就能挤出大小均匀的面疙瘩。大火煮2分钟，然后放点紫菜、虾皮，少许香油，一把小青菜，热热乎乎的喝了一碗又一碗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第二道，气血不足的朋友注意看，煮饭时顺便放入一个耐高温瓦罐，瓦罐里放入肉泥，用勺子压平整，把剥好的板栗、切好的山药倒进去，再放点菌菇，倒入开水8分满，扣上瓦罐盖，营养不流失。我每天都会分享食疗养生小技巧，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和小心心吗？饭好了，灌汤也炖好了，加盐葱花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不仅鲜美好喝，而且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。你也点赞收藏起来给家人尝尝吧。不知道瓦罐在哪里的，点我头像哦。第三道，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这个酸汤鱼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外面吃，因为自己在家做呀，真的很简单。切好的鱼片，放一个蛋清、盐、胡椒粉抓拌均匀，入个底味，1勺生粉，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，记得收藏哦。我每天都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菜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吧，非常感谢。由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，再加入1碗清水，调味粉和不辣的2种口味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。煮开后放入你喜欢吃的蔬菜，烫熟捞出垫在碗底，然后下鱼片轻轻滑动，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。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？学会了，赶快收藏，做起来尝尝吧。第4道，俗话说啊，一鸽胜9鸡，杀伏天我们要适当吃点鸽子补一补。冬天的时候啊，脸色红扑扑，秋裤都不用穿。那怎样做啊，才能让一只鸽子的营养剩比较少，营养价剁成小块，这个头部和屁股剁成小块之后，放入大盆里备用。是撒上一把面粉，给它揉搓几分钟，接着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浸泡10分钟。这一步不仅可以去腥，还可以去除鸽子表面的脏东西和小星星骨，脏东西是不是全部都泡出来啦？接着我们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，把里面的血水啊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洗好之后再转入砂锅，备的是生姜、红枣、枸杞、虫草花、党参还有百合，细配料清洗干净之后放入砂锅里面，然后一次性加满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先用大火给它煮开。煮开之后呢，我们把盖子打开，继续用大火煮个1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再盖上盖子，转成小火，再熬1个半小时。调味呢就更简单了，我们只要加入一点盐，撒点枸杞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啊，汤鲜味浓，营养特别丰富，喝一口就停不下来。第5道，你知道早餐夜宵排队都要吃的福鼎肉片是怎么做的吗？其实自己在家做一点也不难，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。汤鲜味美，肉香滑嫩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准备10块2斤的梅花肉，给它切成小块，放进绞肉机里，1斤梅花肉加半斤葱姜水，1个鸡蛋清，盐胡椒粉，鸡精，1大勺淀粉，搅拌5分钟以上，时间一定要搅够，搅打成这种光滑粘稠的样子，然后均匀的涂在刀背上，水烧到冒气泡的时候，用筷子一条一条的刮入锅中，用小火把肉片煮熟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，您就点个关注吧，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得到我。空碗中放葱花、香菜、紫菜、虾皮、盐鸡精，少许生抽，有条件的放点香油，再舀2勺原汤放在碗里，原汤化圆时，再把煮熟的肉丸捞出来，一起放入碗中，一碗 Q 弹爽滑、鲜香好吃的福鼎肉片就做好吧。孩子吃了还想吃，你也动手做起来吧。第6道，很多家庭都喜欢吃猪肚鸡汤，但是在家不知道怎么做，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，鲜美好喝又营养。首先在猪肚中加勺盐和1勺面粉，
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搓洗掉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，您就点个关注吧，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得到我。清洗干净后冷水下锅，加葱姜，少许高度白酒去除腥味，焯水后捞出，切成大一点的长条，油热放白胡椒、姜丝，小火炒香后倒入猪肚，翻炒个2-3分钟，炒干里面的水分，一定要倒入开水，这是汤色奶白的关键。开大火煮到汤汁浓白，然后转入砂锅中，放入半只老母鸡，加1根党参、8个桂圆干、1把红枣，扣盖中小火煮30分钟，加盐调味，最后撒点枸杞和葱花即可出锅。猪肚鸡汤这样做，鲜美好喝又营养，喜欢的你也收藏做起来了。第7道，以后想喝丸子汤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丸子扣弹筋道，汤鲜味美，特别好喝。剁好的肉馅中放葱姜、盐和胡椒粉，2个鸡蛋清，1勺淀粉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然后再用手挤成丸子的形状。水开关小火下入丸子，开锅煮至丸子全部飘起来就好了。空碗中放葱花、香菜、紫菜、虾皮、生抽、陈醋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点几滴香油，然后把煮好的丸子连汤一起倒入碗中即可。这样做的水川丸子汤鲜味美，来上一碗，真是太美味了。第8道，注意看，1个皮蛋、2个皮蛋、3个皮蛋，你即将解锁皮蛋最好吃的做法。很多人活到98岁都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，真的是特别的美味。皮蛋下锅后，用铲子把它捣碎，越碎越好。再开中小火，把皮蛋炒至4面金黄，这样做出来才更好吃。接着放入切好的姜丝去香蒸心，加入我家200度的开水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才会像牛奶一样浓白。盖上盖子，先炖5分钟，再加入豆腐，继续炖5分钟。碗中打入2个顺产的鸡蛋，用筷子把它搅散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分享了1000多道美食，最近都没得到你的小红心，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哦，非常的感谢。现在炖出来的汤汁已经非常的浓白了，接着放入1把绿色的菠菜，调味只要加盐和胡椒粉，把调料搅拌化开，最后撒点葱花和枸杞点缀，一道特别美味的皮蛋豆腐菠菜汤就做好了，真的是太好喝了，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别忘了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哦。第9道，炖排骨汤的时候，我都会加上1碗绿豆，你可别小看这1碗绿豆，它可有大大的好处。首先把绿豆炒至微微焦黄，再把新鲜的排骨冷水下锅，加料酒去腥，水开后撇去浮沫，捞出来洗干净倒入砂锅，倒入炒好的绿豆，2片生姜，有条件的一次性加满开水，扣上盖子炖40分点，就能泡发出1大碗，都是那种小嫩叶，口感脆爽，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10倍。这时候下入裙带菜，再煮10分钟，调味只要加点盐和胡椒粉即可。用这2种食材炖出的排骨汤不仅好喝，非常适合晚上睡觉容易出汗的小朋友。第10道，很多人都知道甲鱼吃了好处多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。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，既能大口吃肉，又能小口喝汤。首先甲鱼用开水烫个20秒左右，这样甲鱼表面的皮很轻松就能撕下来，然后把黄油去除干净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去除黄油吗？去除干净后，把甲鱼剁成均匀的小块，锅中油热下入甲鱼、半只下蛋的老母鸡、葱姜片，大火翻炒均匀。我每天都在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，喜欢您就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。炒出香味后，加入适量的开水，这才是营养不流失的关键。然后再把它倒入砂锅中，注意中途不要加水，加姜片、党参、红枣，中小火慢炖30分钟，调味加盐和胡椒粉。再来点葱花枸杞就可以出锅了，这样炖出来的甲鱼汤汤鲜味美，营养还不流失，想吃你就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第11道，家里有白菜的一定要试试这个烂糊白菜汤，做法简单，好喝又美味。首先一定要用手把白菜撕成小块，锅里油热，倒入2个鸡蛋液，小火慢炒，把鸡蛋炒到焦黄酥脆，盛出备用。锅里放入小半碗面粉，把面粉炒到微黄，记得一定要加入冷水，这样汤才不会有疙瘩。煮开后放入白菜、鸡蛋酥、火腿肠、木耳，1把泡好的粉条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。出锅前再撒点葱花即可。这样做的烂糊白菜汤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第12道，都说冬天要多喝牛肉汤，所以我每周都会给家人炖这个萝卜牛肉汤，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这是冬天的一道人间美味。8块1斤的牛腩切成大大的小块，一定要冷水下锅，加葱姜，高度白酒去腥，煮开把浮沫撇干净，
然后捞出来，一定要用温水清洗，不然久炖不烂还塞牙。家人们看都看到这儿了，能不能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？非常感谢！洗干净，倒入砂锅，加姜片，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，一袋里面就有5包，每次放了1小包，鲜味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加入开水，扣上盖子，小火慢炖40分钟，再放入白萝卜继续炖10分钟，调味加盐、胡椒粉，撒上香菜和枸杞即可。这样炖的牛肉汤，汤鲜味美，肉质鲜嫩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喜欢的就收藏做起来吧。第13道，家里有产妇的一定要把这道黄豆猪蹄汤收藏起来，猪蹄给它剁成块，放入大碗，加入清水和食用盐泡出血水，清洗干净。冷水下锅加料酒，水开撇去浮沫，捞出猪蹄，放入锅中，加入黄豆、葱姜扣盖，小火炖1小时，调味放盐鸡精，撒上枸杞、葱花即可。汤鲜味美快，让你老公安排起来吧。第14道，今天分享一个适合在家里做的水川羊肉，既能吃肉又能喝汤，特别鲜美好吃。首先水开，放入10块1斤的羊肉片，烫至变色即可捞出，油热爆香葱姜，加入适量开水，放入白菜叶子煮个3-4分钟，加入泡好的粉丝和焯过水的羊肉片，放盐、松鲜鲜、胡椒粉调味，煮1分钟左右，淋上炸香的辣椒油，撒上香菜，也可以带上1碗调好的芝麻酱，先吃肉再喝汤，特别鲜美。你也是啊。第15道，大家注意看，这个季节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道汤。这是一位80岁的老奶奶教给我的做法，不仅汤鲜味美，做法还特别简单。山药去皮后，斜刀切成片备用。切好的肉片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抽、1勺淀粉。爱干净的左手戴个手套，用右手抓拌均匀。再来1勺食用油锁住水分。碗中打入1个大学毕业的蛋，搅匀打散。亲爱的哥哥姐姐们，不知不觉我已经连续更新了1000多道家常菜了，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。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你给我点个免费的小心心鼓励一下吧，辛苦您了。锅中油热，倒入山药，大火翻炒至断生，然后再放2毛钱炸砍，炒出香味，一次性加满滚烫的开水，调味加盐鸡精，先煮5分钟，放入腌制好的肉片，继续煮1分钟，最后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出锅，清爽解腻，鲜美好喝。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